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FT 新出的这款变速箱。作为一款小车角色，它的盒子外包装也是不大的。制品方面，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但是这个说明书又漏了一些步骤。配件内容：这一兜里有5张替换的表情包，全合金材质的焊枪，注意这个地方非常的尖锐，以及2把小枪。同时，2把小枪还可以组合在一起，前后插住。用下边的这个握把去锁一下，就形成了一把大枪。来看细节，这个角色其实确实丑萌的，而且这张脸不是很讨喜，动画片里边其实比这个还难看。头雕360度可以旋转，甚至可以把脖子拉长一点点，进行一些抬头、低头的幅度。里边有一个独立的关节，在更换面雕的时候掀开它的头盖骨，然后直接抠下来脸，就可以插入了。同时，这个大脑壳在变形的时候也是需要跟着变的，但说明书里边并没有画，我们一会儿变形的时候来细节展示。胸板这些刻线做的也是比较还原的，而且在内部也做出来了机械内构，这个在动画片里边也有登场啊。这个造型方面也是非常遵循于原著的效果，细节做得很棒。肩膀平举90度没有问题，肩膀360度旋转，二头肌可以旋转，胳膊肘双段曲臂，幅度也很大，手腕独立旋转，四指打开，手臂盖板掀开，拳头翻折进去，扣上。这时候2个插点，我们就可以安插这根合金的焊枪。哇！其实这个插起来会非常的紧啊，玩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一些吧。这2个尖儿都很尖锐，安的时候不要扎到手。腰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并且有独立的弯腰关节，踢腿、齿轮关节撑的力度相当不错。后踢差不多在45度左右，侧踢完全可以踢平，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双段关节屈腿幅度非常不错，脚踝左右有接地，但是这个接地会显得这里有一些脱肉。可动方面该有的一些素质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且这一款的造型来说也是非常还原于记忆动画里的效果，包括腿后边这2块小轮子啊，半变形隐藏起来轮胎的部位，这一点我是非常喜欢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的现象。最厉害的是这一次的变形设计，人们都在说 FT 现在的变形设计相当复杂，但这一款作品我觉得真的做到了设计师非常厉害的2个点。变形金刚玩具最难设计的第一个是所谓的质量转换，一个零件凭空的把它变大或缩小，这一块是很难解决的，这也是现在很多第三方厂家分件分得多的主要原因。另外的一个点就是颜色的转换，这一块可能也是因为作画时候的一些不合理吧。本身在人形的时候是这个颜色，但变到了车型，明明是一个零件，它换了一个配色，这是让人非常费解的，也是很多设计师绞尽脑汁的地方。所以很多的设计师习惯用的是里外面的转换，来让这个零件变一个颜色。那我们看看这一次 FT 的设计师在这款作品里边如何解决这2个点吧。变形第一步，先把这个合金的焊枪摘掉，这只手臂我们再收起来，从手肘部位一个双关节的折叠搓起来一个 Z 字，头雕旋转180度，先放在这里备用。打开胸部的一块整体面板，从上往下拆，拆下来之后，通过这个双关节搓起来，旋转180度，放过来备用。顺势腰部整体的拉开，把这一块的 Z 字合金连杆的地方全部拉起来。有一个细节的地方，说明书这里也没有详细指示啊。根部的这个槽其实是一个滑道，我们把它先拉到最开，折下来。脖子下方这里掀开，这里边有锁着2个蓝色零件的边，然后把肩膀连同红色的面板折90度先提上来。侧面肋部红色的零件我们打开，旋转180度，并把旁边的这一块边缘掀起来。这就是说到在人形态的时候，肋下这一块是红色的，但是车型它的车门是蓝色的。
所以里外面的切换来隐藏颜色。哎呀，其实我很喜欢这种里外面翻转的设计啊。好，这两个车门先打开，然后把下方这一块中间的芯儿折90度出来，拉起来中间的部位，左右劈开，形成前方的大灯以及保险杠位置。轮子从里边90度翻过来卡住。于是我们现在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形状。掀开后边的背包，整体的顶开，然后注意在前方这一块机盖的部位横折一个90度立起来，中间这里解锁开转轴，旋转180度。这个时候我们敞开了机盖下方的空间，先把脑袋往后折90度，这一块填平，然后我们把胳膊旋转过来并在一起，再根据肩膀的关节往内收，180度翻进去它，避让一下，把两条胳膊整体的放到车底填满，把这个空间塞得满满当当。前方这一块保险杠，包括大灯的位置，下方的卡扣连接固定。此时把它翻过来，车顶的这一块我们刚才翻开的背包部位，其实这里也是一个质量转换的背包压缩技术，因为在车型的状态下，这一块的顶子会更厚一点，所以从里边双关节翻出来一层，让车顶加厚，里边的空间也变大了。我们把脑袋刚好放在了驾驶舱的这个位置上，但是脑袋也偏厚，怎么办呢？再把在头顶的这一块盖子掀开，脸往后贴，根部这里有一个转轴。好的，后脑这个地方掀起来两个红色的支撑板，顶盖扣下来，然后左右的这两个红色锁住。好，车顶的这一块我们就处理完了。记得脑袋边缘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把这个边儿往回收一点点，折起来。这个部位就是说明书没有画的结构了。车门这里的结合要通过这个转轴以及往内收的板子来连接前方的一个蓝色插点。这一块可能不太好对啊，但是找一下方向就可以很好的结合上去了。好，两块车门完全的结合好，这一块基本上也差不多了。接着继续往回收这白色的合金连杆，先把它推回去 ，Z 字折叠，记得里边的滑道也要推到根部，再把胸板里边的这根棍子 Z 字往上提，在下方这里隐藏着两个暗扣，和胸板下方进行结合，完全的锁上之后，腰部再归位，往后一推，摆正。那前半个车头的部位就变完了，哇，相当厉害的这个设计啊！虽然说看似比一般的玩具稍微复杂一点点，但这个难度变形步骤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又实现了质量转换技术，以及颜色的里外翻转，挺精彩的一个上半身。那么我们来看下半身的变形。下半身腿部也是一个挺 bug 的地方啊。本身来说，人形是一个红腿，但是 FT 这回的处理方式是，这里的合金锁钩打开，注意在变形的过程中，膝盖是两段关节，但是下方的这一档一定要往上贴，尽量的把它贴到位，贴紧了以后，这个凹槽才能对准这个挂钩，把它定住。然后腿肚子的这一块左右打开。把轮子掐着边儿，再翻折180度，然后转这个轮毂的盘子，哎，转到头这里有一个小的锁点，把它锁紧了，立起来，再回归。轮子现在就是一个外扩的形状了。再来看脚底，红色的边缘零件，这里有一个锁边儿，我们把它先翻转90度。脚底的蓝色零件整体的掏出来，再往外旋转90度，红色的这一块再180度贴到脚尖的部位，哎，蓝色的盖板就可以盖过来了。就脚底的这一个板件的设计，就会觉得这一款会很高级。它最后拼合成车型的时候，蓝色的面完全的对齐，但是在人形的状态下，这块蓝色的面板是藏在了脚底下的。
你在人形立正的话，基本上看不到啊，只是露着一个鞋底子边儿。所以我说这一款的设计有点东西啊。两条腿全部变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根部的双关节180度翻过来，注意大腿上和里边的一个暗扣进行结合。同时前方这里各种维度的锁边一起往里扣，脚心中间空出来的位置就是藏它的头盖骨的地方了。翻着过来，把所有的卡扣都密合到位，锁住之后，两个膝盖中间的扣子最后捏在一起。哇，这辆小车就变完了。说起来，其实它的逻辑还是挺简单的，步骤也并不太多，不会像以往的那些角色设计的分件分的那么的恐怖，但处理的效果就是如此之好。所以我说它的设计很高级，质量转换、颜色的翻转，这些问题全部都给你解决了出来。橡胶的轮胎，电镀的轮毂，推车相当的顺滑。此时我们也可以掏出这把大枪，从中间拆开，把这两个握把往后折，就能搭载到车顶了。一身非常闪亮的蓝色金属漆涂装，让这款车型会显得十分的高级。高级的漆面加上高级的设计啊，虽然说这款的角色其实人气不高，而且并不讨喜的这么一个小家伙啊，但是 FT 做出了和官方一样的举动，就是人气低的角色用了非常棒的设计来做出一个好玩的结构。可以说这一款的变速箱，我对这个设计方面真的是无可挑剔，太牛逼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设计越复杂越好，只要你刚刚好把握那个度，能解决它实质上的问题，就是好设计。这一款你身上能发现很多质量压缩的时候，它也是很简单的处理，只是厚度的增加。也能看到很多颜色面转换的时候，它也是很简单的处理，里外面的翻转。但脚底的零件妙用来折叠出来隐藏的蓝色板子，从车型下的一体性，颜色配比方面也做到了和动画里边如出一辙。哎呀，真牛逼！这个设计好玩，它主要凸显的就是一个质感。苏莱 FT 以精致的做工、漂亮的涂装和很高的还原度，在第三方里边也属于有口皆碑。但设计永远是 FT 的一个弱项，但这一次在这款小玩具上边，我竟然看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设计啊！也是 FT 的设计师这一回在这款角色上把握好了一个刚刚好的度，难度刚刚好，分件量刚刚好，变形过程中解决方案的这种方式使用的刚刚好，相当的赞。那么得嘞，这一款咱们就玩到这儿吧。稍后新玩具咱们也是做逆变。